对不起啊，是我妈搞错了，我们去了巴沙问的人，所以现在才拿过来还你们的。这样都会搞错啊！现在都几点了？不知道那些鱼啊肉会不会坏掉了？对不起，因为这2台推车实在太像了，所以他才会搞错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检查一下，看里面的菜有没有坏掉。如果坏了，我们愿意赔偿的。兄啊，没有坏，就算是没坏呀，已经不新鲜了啦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妈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们检查一下吧。 Rose check。 Yes, Mom。那条鱼明明是好好的，哪里有坏？不讲道理。算了啦，我又不是没有买过鱼，他那条鱼能有多重？15块钱，给他10块钱就偷笑。谁叫我们理亏？算了吧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担心你阿妈一个人在小贩中心，最近那里有个老人摔倒，送去医院不到1天就走了。你阿妈也很奇怪了，最近老是喜欢跟我到处走。唉，去个巴萨她也要跟，万一摔倒的话又要来怨我。我不是快去买东西，然后去找她，谁知道？阿妈，她最近没有麻将打吗？是咯，他没有麻将打就来缠着我和骂我，他什么都骂，我比他走快一点点被他骂，弄丢了手推车被他骂，拿错了人家的手推车他也要骂我。现在我人好好的，他都这样对我，万一我得了失智症，也不知道他会这样骂我。你看你，又胡思乱想了。熊，我没有，我最近真的是很糟糕，我常常忘记这个忘记那个。你看，我忘了关煤气炉，提款卡的号码忘记，你弟弟的衣服放在哪里我也忘记。哎呀，你这样就算得失智症啊？那我不是快得失智症了？我常搞错上课的时间，叫错同学的名字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一天我还记错我们家门牌的号码。哎呀，现在的人要记的东西这么多这么乱，难免会记得了这个又忘记那个的嘛。如果你真的不放心，我们去看医生。哎，我才不要，人好端端的，哪有看医生的？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啊，医生这2个字真的非常神奇。一说到医生，你马上就好端端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张伟康是我弟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弟怎么了？谁打来的？学校打来的。他是不是在学校惹麻烦了？不知道，学校主任叫我去学校一趟。为什么有时候他不好好的读，总爱闯祸的哈？妈，你别急，我之前有叫伟康申请学校助学金的，可能是学校叫我去一趟，想要了解家庭状况，别担心了。走吧。你不想说，阿妈也不逼你，阿妈随时 stand by， 等你想说的事儿再找阿妈。哇，阿妈这么厉害啊 ，stand by 也会说啊，侠女重出江湖啊。哎，你不是要拿粥给芳芳吃吗？是啊，阿光打电话来说，如果粥凉了就弄热它。哎，好了。那这是阿光的第一次，他答应过要献给你的。虽然旁边有个龅牙姐啊，虎视眈眈，还好我来得及把这碗粥给拦截了。什么龅牙姐？龅牙姐就是潮州嫂那笑里藏刀、扮猪吃老虎的女儿。嘴巴欠点德，说话那么难听。来，芳芳吃粥，这是阿光啊特地为你煮的。这碗粥啊，虽然看起来简单不过，可是是阿光啊下足心思，还有我啊，千辛万苦、风尘仆仆帮你抢过来的，你竟然不肯吃啊！这真的是太过分，太不可原谅了。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你满腹心事，眼泪往肚子里吞，但是这碗粥却充满情意，充满真挚的感情。它虽然是一碗粥，却不仅仅是一碗粥。Hello。 Excuse me， 小女，走开，这里不关你的事，你坐在旁边凉快一下啊。你说，你这样践踏一个曾经收留过你，到现在还对你念念不忘，既有情也有义的好男人，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我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，
我知道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虽然我兄弟对你情深意重，但是也不能勉强你接受他的感情啊，就好像不能勉强你吃这碗粥一样。好了，看在阿妈叫你孙女的份上，这碗粥就由我来帮你吃。人家有说不吃嘛。哇，阿妈，你没听他一直我，分明就是想说我不想吃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现在就要吃，可是你得先把粥还给我啊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早说嘛，说了一大轮呢。你像机关枪一样，人家哪有机会说话呀？把粥快点拿给芳芳。谢谢你一直鼓励我。每次我对自己失望的时候，我都会记住你跟我说的话。我答应你，我煮的第一碗粥一定给你吃。我是鬼迷心窍，我把我自己的女朋友往火坑里推。早，哎，早，哇，装冷气啊？对啊，这牌子的冷气机很不错的。啊，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。来，叶总。我吩咐了设计师，一定要把你的办公室装修得够大气。你看，还满意吧？满意哦！哇，你做事真的令人放心了哦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刘总和叶总放心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下个星期投资讲座的资料。先不要走这个，帮我拍一张照片。啊，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远点，叶总，稍等一下。啊，Jenny啊，你这个拿一下。好，来，快点。啊，Jenny啊，你把这份文件交给叶总。好，叶总，看过来。啊，好，下一个，多一个，好，谢谢你啊，Jenny。看，叶总，你看，这样不是更有派头吗？哇，真的吗？就是你的稿件在这里等你。哎呦，这种货色也有资格来 second audition 啊，真的是笑死人了。好像是林慧玲哎，你看。是啊，真的是她。你乱刀。林慧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好喜欢看你拍的戏哦，我好喜欢看你的戏哦，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只不过是林慧玲而已嘛，他们以为看到什么 super star， 眼睛睁到大大，真受不了。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睁大大啊？你说呢？就算是 Angelina Jolie 还是 Jennifer Lawrence 出现了，我也不会像那些三八一样鬼叫。不过没有办法啦，我们是不同 level 的。那你的 audition 过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懒得跟那些女人坐在一起等，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，找一些没有气质的人来 second audition， 怪不得现在没有人看电视。所以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做什么电视小明星呢？嫁给我不是好咯？可以做太太，每天 shopping spa 喝下午茶。嘉欣，你讲得很嗨哦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富豪啊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裁，而且也不知道可以做多久。哇，你这么看不起我啊？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的 record 不好吗 ？OK 啦，就算给你做10年8年的总裁，你能赚多少钱啊？你每个月可以给我多少钱啊？我可是要当太太的嘞。优米，我现在不只是总裁嘞，我还是 business partner。如果公司生意好的话，年底分花红，不要说几10万，300万都可以啊。到时候每个月给你5万块钱花，你说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说说而已嘛，还不容易。5万，我说50万也可以啦。不
不过我真的很后悔来这次的 audition 呢。我一想到跟那些没有水准的女人争一个角色，我就觉得很无聊。反正现在当什么电视明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外国的 superstar 拍一部电影就几百万、几千万，我们在这里就算做到像林慧玲那种所谓的阿姐又怎么样？我看她的样子很普通而已嘛，一点欣慰都没有。刚才那些三八还把她当偶像，真是笑死人了，丢脸要命啊！原来戏剧里常出现的情节，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。拜拜，拜拜。你目前是在历史楼工作？是啊，你在历史楼工作室？我是秘书。那如果你得到这次演出的机会，会影响你目前的工作吗？你们不用担心的，我对演戏非常有兴趣。如果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要我马上辞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进来。嗨。林慧玲是这部剧的女主角。如果你得到这个角色，将会和她在剧中饰演姐妹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林慧玲来参与这个面试工作。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她的吗？你觉得你漂亮吗？漂亮啊。那跟我比起来，谁比较漂亮啊？姐，他恐吓我，威胁我。你是他姐姐？啊，我叫 Alex， 这是我的老婆 Debra。坐。姐，我跟他说了，你是律师。要打官司的话，我们随时奉陪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恐吓我，他跟我要钱，不给他钱的话就找人打我。哎，年轻人，我有这么说吗？我是要你把骗我老婆的钱还给他，要不然我追究到底。这位先生，你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吗？你弟弟勾搭我老婆，骗财骗色。谁骗财骗色啦？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开房？我有酒店的收据，还是你的名字，要不要看证明啊？是我们是有去酒店开房，但是最后他没有来嘛。哦，想骗没有骗到，没有骗到色你就骗钱，骗色的是他好不好？听见了吗？只有你这样的笨蛋才会找这种小白脸。讲话好听点可以吗？谁是小白脸啊？张伟康，你最好把前因后果给我说清楚。你是这样的，其实根本不关我的事嘛，我只是 provide service，OK。我上网去找苏哥妈咪，她自己自动就找上门来了。她跟我说，她老公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玩女人不理她。以前有个儿子的，意外死掉了。她就觉得她老公就气她，把全部的气都发到她身上，所以她就空虚咯，需要有人陪她聊天。然后我就跟她达成协议了，每个月3000块。你问他咯。我老婆自从儿子死了以后，精神就不好，一直在看心理医生。你弟弟在网上找什么修哥妈咪，这个行为就不对嘛。你看他，还振振有词，好像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年轻人，你四肢健全，想要钱，好好找一份工作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姐姐？除了这3000块。你还骗了我老婆多少钱？你不要一直骗。你不要再说了 ，Mr. Alex， 你可不可以说的具体一点？他是怎么骗你老婆的钱？除了这6000块钱，他还要求我老婆给他买东西，啊，名牌手表啦、包包、鞋子，
短短1个月，从我老婆这里骗了14000块钱。啊，这些是收据。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买给我的。你给我安静！后来我老婆吃不消了，拒绝给他买东西，他就恼羞成怒，啊，威胁我老婆，说要告诉她老公，啊，就是告诉我。我老婆很害怕，提出分手。他就用我老婆的手机，来发这样的照片给我，是不是？放屁啦！这些东西他自己传的。他说他要刺激你，他还恐吓我说什么你会找人打我，打到残废，因为你以前是混黑道的。我以前还真的是混黑道的，不过那是过去。要不然你觉得我会和你现在这样面对面坐着聊？我告诉你，年轻人，换20年前，你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听到没有？你是律师哎，告他！哇，林慧玲问你，你跟她谁比较漂亮啊？就是咯，你叫我怎么回答？什么怎么回答？你当然跟她说她比较漂亮啦。当然啦，就算我觉得我比她漂亮，我也不可以那么说得罪她，对吗？这样就聪明啦。可是哦，我就是不甘愿。不甘愿？对啦，所以我就跟她说，我觉得我比你漂亮。哦，你这样说啊，那怎么可能入选呢？反正我在台了都已经得罪她了，我怎么回答她都不会选我的。为什么我要委屈我自己啊？我踩她一脚我也爽吗？对吗？哎，没有关系啦，反正你都不在乎当什么明星的，做太太比较好嘛。我是不稀罕，可是我不服气啊。那林慧玲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进得了演艺圈，我肯定比她红啊 ，confirm 啊。都是你啦！关我什么事啊？早不打来，晚不打来，偏偏那个时候打来，害我讲电话的时候被她听到。谁叫你都没有 response？ 什么 response？ 那我send照片给你，你要一点反应的嘛。这样普普通通的上班照片，你要我 respond 什么？哇，优米，什么普普通通的上班照片啊？我现在是总裁啊，我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我的秘书，我电视台打来的。Hello。啊，我是。啊？真的？哦，谢谢你啊。好 ，OK， 我一定会到，拜拜。Oh my god， 我成功了！你被选中了呀！那个林慧玲说，我像戏里面小妹的性格，叫他们一定要选我嘞。没有想到她那么有眼光，难怪可以当阿姐了。哇，你很现实哦！刚才又骂人家，现在人家推荐你就说人家好话。我们庆祝一下，我们吃大餐 ，OK？ OK， 来，我们叫。不可以，我要当明星了，我要保持身材，不可以乱吃的。我吃 salad， 吃 salad 就够了。吃什么身材啊？吃完这餐再说了，值得庆祝了吗？说的也是。OK，let's order。这样我们叫一个波士顿龙虾，然后龙虾你最喜欢吃的吗？然后呢？怎么了？啊？再来多一个奶茶就 OK 了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觉得反胃，一下吐出来比较好了。你一定是心情太激动了。可能吧。那算了，不要吃龙虾，我们叫别的。啊，你不要说那2个字，我一听到我就想吐啊。你说听到龙虾你？都跟你说不要说了。不要讲，很奇怪啊！之前你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吗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你不要跟我讲你有了。喂，你不要吓我嘞！喂呀，扎西，我知道你不想我当明星，你不用讲这种话来吓我吗？没有吓你，那身体是你的，你自己最清楚有没有可能的吗？等一下，我 check 一下。有啊。那就好喽。你说什么？
哦，没有，我说这样就不好了，不好了。都是你了，害我什么胃口都没有了啦！这样不安心，那去看一下医生喽。不行啊，万一以后我很红的话，人家会挖出来讲的。你去pharmacy给我买验孕棒。去呀！去，现在就去买。优米，那买回来了。你要照做，指示牌做好，要不然不准的哦。如果是一条线就丢掉啊。哇，如果是2条线，这我不是要做老爸咯？这把年纪啊，一击就中了，厉害嘞！不是我，之前优米好像有跟那个花花公子好过。如果有孩子的话，是我的还是那花花公子的？发达，芳芳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啊，他含泪吃了你那碗粥之后，就躲在房间里面了。为什么含泪？当然是伤心啊，难道是开心啊？又不是中多多。发达，芳芳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发生什么事又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暗恋他。他就算给那个陈邦庆又打又骂，哎，他被陈邦庆又打又骂。我是说就算了。你不会随便这样说的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，可是不跟我说？哎，那也不是啊，我是用我聪明的脑袋推理一下而已啊。这其实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，不用我聪明的脑袋想，用屁股想就知道了。芳芳在这里只有一个亲密的人，就是陈邦庆。他伤心流泪，但是跟陈邦庆有关的。而且啊，那陈邦庆一看下去就知道是反派的脸，那就证明我的推理是正确的。所谓啊，相由心生啊。哎，现在不是研究命理的时候啊，救人要紧。哎，救人？是啊，要不然叫你来干什么？要救人就赶快啊，要不然他想不开的时候，把窗口一打开，哎，芳芳要跳楼。打开窗口一定是跳楼的吗？可以打开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嘛。也不过很难说啊，要是他一时想不开的时候，真的打开窗口，那就完了啊！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听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打开窗口的声音啊！还不赶快撞门救人！哎，救人！撞门！你，国哥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芳芳，你不要想不开，不管受到什么委屈，都不可以做傻事。光哥，我没有想要做傻事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开窗？我为什么不能开窗？这个窗口怎么跳楼？光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做傻事的。那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光哥，谢谢你的粥，很好吃。有空再来吃。我先走了。哇，走什么啊走？喂，你没看见范文芳整个人变形了吗？好像老了10岁一样啊！他分明啊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他不跟我说，也不跟阿嬷说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我跟他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阿嬷跟他小人之交甜如蜜，他有心事不告诉我们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人家说啊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你帮了他第1次，那第2次、第3次啊就跑不掉了。来，带他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谈谈情，让他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来，走。大哥大，我真的没事。凡事都要看开一点，再过个几10年啊，就要懂枪，全部都要去卖咸鸭蛋了。你现在看见的每一个人啊，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再过个100年啊，我们全部都不在了。其实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把尘土，一把灰。不要跟自己过不去，也不要跟别人过不去，也不要跟全世界过不去。哇，哎，我好像说得很高深，很有哲理，简直就是高人啊！老兄啊，你好像有听没有懂啊？不是，这次我全部都听懂。嘿，这么厉害啊！
方文芳，啊，你看我的好兄弟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他追上我的层次了，他可以取代我，好好开解你。走吧。不用麻烦光哥了，我真的没事了。没事就是有事啊，真的没事就是真的有事。哎，我最讨厌整天看到凄凄惨惨、一张苦瓜脸、眼泪往肚子里吞的人啊！我今天晚上还要中多多的，如果屋子里有负能量，我怎么中头奖啊？来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好好开解他啊！哎，拜。哇，搞定。怎么那么久啊？打电话了。心怡打电话，这样就是一条线咯。哎呀，既然一条线，那我们去吃文龙虾了。吃你的头啊！我一定要找到他。Hey George， 你不要以为不听我的电话就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回电给我，要不然我就要开记者招待会，说你搞大我肚子。真的有了。 2条线啊，不是有是什么？像那么肯定是 George Fu 的嘛？那什么意思啊？那天晚上我们2个喝了酒，然后啊，女孩子可能是我。不可能！那么肯定？那天我们喝那么多酒，不可能的啦！我肯定是 George Fu 的 ，confirm。真的那么 confirm？ 这种事难道我也不懂咩？啊，confirm 就 confirm 啦，是那 confirm 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人家是花花公子嘞，不知道搞大多少女人的肚子，怎么可能负责任呢？我知道，他一定要我打掉的，所以到时我就跟他要一笔钱。什么一笔钱呐、你身心受损呢，要一大笔钱才可以哦。对，一大笔钱。又打来了 ，Hello darling， 终于肯听我的电话了。什么？他的秘书？哎 ，excuse me， 我要找 George Fu 嘞，不是找你嘞。啊？OK 了，我考虑一下，拜。怎么样？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，说要见我。哇，什么男人啊，叫秘书来摆平？我管他是谁出来呀、只要有钱 ，I don't care。你看。如果我知道你那么没有用的话，我就不会让那个家伙叫你过来了。学人家做什么律师啊？过街流氓都对付不了，以后谁倒霉请你去帮他打官司，一定输死的。你说过了没有啊？怎样？打都打了，骂都骂人家怎样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你拿了阿嬷的钱去读大学，书不好好念也就算了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去找Sugar妈咪啊！这样很丢脸咩？我又不会去做男妓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，OK？ 你以为我很想找Sugar妈咪啊？要不是你们不 support 我，阿嬷的钱只够我还那个报名费，那接下来学费呢？谁给啊？你不要说到自己好像很有道理一样，把全部的过错都归咎在别人身上。对，爸妈是没有钱让你读大学，你要靠自己，要打工赚钱没有错。这么多工作你不找，你为什么偏偏要找Sugar妈咪呢？我花我自己的时间去陪他，听他诉苦，讲他自己心事 ，free of charge 的啊！你情我愿的吗？我错在哪里？哎，你为什么要跟那个家伙道歉啊？就因为他以前混黑道的，所以你怕得要死，对啊？我道歉是因为你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。不要开玩笑啦，破坏什么家庭？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啦。我跟他都不是来真的。你以为他什么？哎，未成年少女啊？她是一个年龄比我还大熟女 ，OK？ 刚刚坐在那里装委屈扮无辜，说到底是我被玩呢。我叫他帮我买那些东西啊，是他自愿的 ，OK？ 你还义正辞严，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吧？错，我错在以为你很有胆，其实你没有啊。伟康，康什么康啦？我的事情你最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敢讲出去的话，我一定离家出走，永远不会回来啊！芳芳，你有把我当成朋友吗？当然啦，
跟你萍水相逢，可是你却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很感恩能认识你。我可以帮的，就是那么一点点，我只是个小人物。可是发达说，小人物也可以变成大英雄。小人物也可以变成大英雄？发达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我不太明白，小人物就是小人物，怎么会变成大英雄呢？但是只要我做得到的，我都会尽力。所以，芳芳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还是心烦的事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可能我帮不了你，但是可能我帮得了你。总之我会尽力的。光哥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再提。但是，我承诺。我不会再让自己凄凄惨惨了。我已经老了10年了，再这样子下去，我很快就要变成老太婆了。不是，那个是发达他乱说的，他是要你振作起来。他说的没错。100年后，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在这里了。我们只不过是一把尘土，一把灰罢了。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还是发达厉害，都是他说的话开导了你。还有你，是你让我看见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。是时候该起飞了吧？你不要看发达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他其实很厉害的。如果他肯认真一点的话，现在不是律师也是医生。他好像是个深藏不露的人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总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，总爱做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事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到后来想深一层，才发现，其实他做的事都有目的的，说的话也都有道理。他就是这样，我跟他一起长大，所以我都习惯了。知道吗？其实我比发达大3岁，可是不管我碰到什么麻烦，他都会帮我解决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因为我呆头呆脑的，其他的小朋友都会欺负我，只有发达，他愿意跟我当朋友，他还会跟那些欺负我的小朋友打架。还有啊，发达读书也超级厉害的，不管是什么听写、默写、spelling、数学、科学，他全部都会。只是考试的时候，他都会拿鸡蛋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喜欢吃鸡蛋。他其实很厉害，可是他不想要出人头地。我觉得跟他的家庭有关。怎么说啊？发达以前小时候是个小少爷，他住很大的洋房，他的爸爸是做大生意的。不过之后生意失败，搞到破产，发达的妈妈就抛弃了发达和他爸爸，而且还嫁给了他爸爸的好朋友。发达的爸爸受不了刺激，就跳楼死了。所以啊，发达常说，人为了要发达、要成功，就会不择手段，昧着良心，连自己最亲最爱的人都会伤害。
陈邦庆，你这个混蛋，还不赶快过来给我下跪认罪啊！还哈哈哈装傻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神经病！哎呀，哥哥！喂，嘿嘿，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你没听过啊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跑得了庙跑不了史泰龙汪汪叫。史泰龙 ，Good job！ 改次请你吃好料啊！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喂。啊，发达兄，我很忙的，如果有什么事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啊，就这样。芳死了。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的老婆范芳芳死了。喂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，是你害死她的。可怜她死之前都没说你半句坏话。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啦。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哦！你这混蛋！你根本没资格生气，因为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的。我阿嬷可是叫芳芳一声孙女的。如果你再让她伤心的话，就是让我阿嬷伤心；让我阿嬷伤心，就是让我伤心；让我伤心，我就让你受伤。哎呀，年轻人，要不要买一张多多？哦，哎，年轻人，来买一张多多啊，这是马票吧？哎，会发财的。来，这个号码怎么样？买一张。啊，好，4块钱。发财哦，谢谢，发财。哎，小女啊，小女，干嘛那么拼啊？早上在巴沙卖菜，下午还来这里卖彩票。没有啦，那个卖菜少啊，被动过刀，不能用力啊，我就帮头帮尾啦。这些锅底啊、多多啊，是帮那个马票婆卖的。再说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我的孙子说啊，老人家啊，不要吃饱了就坐，坐了就睡，要多活动活动，这样对身体才好。你自己苦瓜命就认了，还死要面子。老鬼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死要面子啊！要是下一次看到你卖纸巾，你会不会又要说我是好心帮忙那个卖纸巾的瞎眼婆啊？怎么？我帮人，你看不顺眼呐？哎，小李，老鬼的举报是这样的，别跟他太认真了。就是嘛，老鬼，喝你的咖啡吧，少说2句。我就是看不惯啊！明明是要赚钱吃饭就认啊，我还说到自己很伟大，好心帮这个帮那个，大条的道理，说什么老人家不可以吃了做，做了睡，那为什么年轻人就可以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、翘脚享受呢？你在说谁？说你的宝贝孙子啊！你这个老鬼，你说我也就算了，干嘛说到我孙子身上？他哪有天天无所事事、翘脚享受啊？发达久不久啊，都会出去打工，每一次回来啊，都会给我几千块啊。你不用替他说话了，他会变成今天这样，你也要负责任。我要负什么责任？你说。你不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讲你吗？啊！哎呀，不要再说了啦！好了，老鬼，不要再说了啦。我是要点醒他，我们忙忙碌碌几十年，为了什么？还不是想图个老来可以安享晚年？你看他。这么老了还劳劳碌碌，为了家里那2个年轻力壮的后辈，尤其是发达，都快30岁了，还不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整天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，他会变成这样啊？都是给这个阿嬷宠坏的。我们都7老80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没关系。你孙子不同啊，他还年轻啊，还有几十年的岁月要过。你这个阿嬷再这样宠他下去哦，任由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钱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哇，他以后哦，我真的是，啊，我家发达哪里有饭来张口，钱来伸手啊？
你这个老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你那些儿孙啊，没有一个比他孝顺的。好好，就当我是满口废话，我再放屁好了哈。你说人家之前呐，最好先看看你自己。你那些孩子呢，都很孝顺咩？哎呦，还不是自己顾自己，丢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等死，还好意思说人家？哎，至少我那些孩子都有出息呀，不是律师就是会计师。他的孙子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你以为你的孩子很了不起吗？我家的发达只是没有开窍而已。如果他开窍了，你的孩子啊，没人能跟他比。如果发达会开窍啊，我们早就发达了。他不应该叫发达，他应该叫发梦。有没有感觉你的背热热的？切，有个屁呀！腰还是很酸，背还是很痛。你这个大炮仙啊，连我都骗哦！我没有骗你啦，我的确是练过的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人打麻将。真的？不过你的腰酸背痛，你能打吗？哎呀，有麻将打，我什么都不痛。哇，没想到啊，你的麻将神功比我的一阳指还厉害啊！好了好了，帮你打电话 call 咖喱。快点打，我上厕所。包公婆到，升堂。熊啊，怎么样？学校怎么说？就是谈助学金的事了，可以吗？他们说要等到他第一学期的成绩出来才能够做决定。他整天不在家，在家又没有看到他拿书出来读，怎么会考得好？你不用担心啦，等他回来我会好好跟他谈的。啊？哇！哎，大狗熊啊，你去整容啊？要不然你的鼻子怎么这么长啊？真是的，该整的不整。你是不是想要我把你眼睛给？哎，不是啦，我是说你应该整一整你说谎的技巧。野鸡大学不是只是赚钱第一的吗？怎么还会提供助学金啊？哦，我也要去混一下。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啊！哎，什么？我踩到狗屎啊！你比狗屎还要可恶！喂，你听我说啦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哇！被放在不同格子、不同位置，命运本就不公平，每个人有各自难题。我信我可以，虽然没天生好命，也要拼得出人头地。身为